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元。在之前版本更新抢先看的时候，我就有跟大家说过置换券的事情，但是有很多玩家都感到疑惑，到底要用多少的置换券来换？因为我是观看了好几个不同语言的版本，我看到如果要把觉醒换成5551的话，就需要用到2个置换券，但是如果把5551换成1000，就需要用到72张置换券，把觉醒换成1000需要更多120张。所以玩家就表示很疑惑，到底我需要用到多少张？为什么我觉醒的反而需要用到更多张？所以第一个问题，需要用什么来置换统帅？如果是买礼包的话，需要花多少钱？那首先就是肯定需要用到置换券来置换统帅。那2个统帅的差距越大，就表示说需要用到更多的置换券。因为现在玩家有很多错误的观点，就觉得说我觉醒反而不需要用到更多的置换券。不是这样子讲的，是你觉醒了之后，你要把觉醒全部东西搬去更低的统帅，你要用到更多的置换券。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说明，那觉醒的统帅就是55555，对吗？然后没有觉醒的统帅可能就5511或者是5551，就相对来说比起没有觉醒的统帅，他们所使用的金头会比较少。然后置换券你们可以当做是搬运过去的费用，你们要搬运更多的金头过去另外一位统帅，就需要花更多钱。所以像官方这边的解释就说，如果你们要把一个已经觉醒的统帅换成1111的统帅，就需要用到120张置换券。然而如果你把觉醒的统帅换过去5551的统帅，就需要用到2张而已。因为如果你把觉醒的统帅换过去1111的统帅，就相当于你要把690颗雕像搬过去。但是如果你把觉醒的统帅搬过去5551，就相当于你只是需要搬运310颗雕像而已，就是少于一半啊，所以它的费用会比较少。获得置换券的方法，就像我之前所说的，你可以用宝石购买，每一张票需要用到100颗宝石。用宝石购买的话，就可以买到120张票。然后如果你是用礼包买的话，每个礼包的价钱就是4块9毛9美金，每个礼包中都有12张置换券。礼包也是一样，最多可以获得120张置换券。第二个问题，这个活动什么时候会开始，会持续多久？官方回答，统帅置换的活动会在1月8日某一些王国开始进行，就有点像先锋体验版。至于具体上线的时间，就是讲全部王国都可以参与这个活动的时间是在1月10日。如果你的王国距离 KVK2 结束超过3天，活动会在 KVK2 结束前3天开始。这活动持续的时间是在活动开始之后的5天，如果在这5天你没有去置换统帅的话，你就错过了这个机会，你就不能再置换统帅了。所以各位真的要把握时间，不要超过这个时间。第3个问题我看了有点无语啊，就是他问这个活动期间可以获得亚瑟王吗？官方其实都已经用亚瑟王作为样本了，当然是可以获得啊。但你要置换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拥有这个统帅先啊，就必须要先召唤。如果你连那个统帅都还没有拥有的话，是不能置换的。第4个问题，我可以置换亚瑟王吗？又是一样的问题。就比方说他把一个5511的统帅换过去1111的亚瑟王，然后获得5511的亚瑟王，然后又再用一个已经觉醒的统帅去换5511的亚瑟王。哇，这个什么鬼才的想法，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问题。能通过这个方式获得觉醒的亚瑟王吗？ OK， 那么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，可以换亚瑟王吗？是的，可以换亚瑟王，但是就如之前11月27日的策划面对面所说的那样，每一个统帅只能换1次而已。就是说你的亚瑟王曾经置换过1次之后，就不能再置换第2次了，但是你依然还是有2次置换的机会，能够换2位统帅，不能撤销。还好官方这边也是有回答到之前观众问我的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在这个活动期间移民，不管你在原本的王国有没有参加过这个置换的活动，你都没有办法再参与这个活动了。也就等于说，你要么就是在这个活动还没有开始之前移民，又或者是在这个活动开始的时候你换了2个统帅之后才来移民。你不要在这个活动开始之后，你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开始置换你就移民了，这样子你就什么鬼都没有得换。第5个问题，可以把5551的诸葛亮重置变成1111，然后把它换成一个觉醒的统帅吗？这个问题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技能重置诀吗？就是把原本5551的诸葛亮重置，然后再把它给觉醒。那你们不要觉得这个问题很离谱啊，是真的有观众问我这个问题。官方回答不能把那些没有用到技能点的统帅置换。
第6个问题，如果他已经有一个觉醒的查理马特，但是他还有600个查理马特的雕像，如果统帅置换了之后会失去所有的雕像吗？这位玩家所问的问题就像我现在画面上所演示的，就是我的曹操是已经觉醒了，但是我还有1136颗雕像。这位玩家是担心说，如果置换了之后，就连这个1136颗雕像全部都会消失。官方回答，那些没有用过的雕像依然会保留着，不会消失。就是讲你统帅置换的时候，只是置换了你的已经觉醒的曹操，然后你置换了曹操之后，可能变成1111，你依然还可以用回1136颗雕像，马上把曹操给觉醒。但是我这个是国际服的曹操啊，国际服的曹操是可以通过黄金宝箱开到的，国服要用钱才可以买到。第7个问题，如果他现在所使用的亚瑟王是试用版，可以拿来置换吗？这个想法很有趣。官方回答，只有你真正招募了亚瑟王之后才可以置换。同时间他们还有在下面列出了几个要注意的事项。你不能在试用期间招募亚瑟王，但是你可以在试用开始之前招募亚瑟王。如果你在试用期间交换亚瑟王的话，它的等级将会跟着你原本的亚瑟王，而不是根据试用版本的等级。然后亚瑟王试用的时间是持续4天，然而统帅置换是持续5天。就算你们在置换统帅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试用了亚瑟王，也可以在亚瑟王的试用期结束之后再招募亚瑟王，然后再置换。我不晓得这边你们有没有听清楚啊？我是已经讲得很慢很仔细了，如果还听不清楚再回去听多一遍。第8个问题，如果他们还在 KVK2 的王国期间，要如何获得征服赛季的统帅来置换？官方答复，在统帅置换期间，同时间也会出现了英雄聚会的活动，在这个活动中可以完成任务，然后赚取积分，获得征服赛季的统帅。但是我觉得 KVK2 的玩家确实获得征服赛季统帅的难度会比较高一点。第9个问题，如果在活动期间没有置换过任何统帅的话，可以在以后置换统帅吗？官方回答，不能。你只能在活动期间置换统帅，不管你有没有换，一旦活动结束之后你就不能再交换了。这个东西其实我已经重复很多遍了，所以这边再三提醒，真的要在活动期间完成，如果过了这个时间我就帮不到你了。第10个问题，那统帅的置换券会不会受到统帅的星级还有等级影响？官方回答，并不会受到影响。这个也是刚好我想要问的问题。所以所需要花费的费用有多少是根据统帅的技能来看的，而不是星级，也不是等级。最后一个问题，统帅置换是不是包括所有的统帅？对玩家执政厅的等级有要求吗？官方回答，是的，只要你已经永久招募了统帅，你就可以置换那一位统帅。这一执政厅等级是有要求的，要至少8等级以上才可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。那么以上就是官方所选比较多玩家问的统帅置换问题了。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影片之后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